民非天造，必从其时。把全面深化改革落实到城市化的方方面面，是全北市全面发展的基本指导，也是全北市深化改革的必然要求。在经济发展的浪潮下，全北市风雨兼程，扬帆奋进，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永不停息。在2018年这个激荡的春天，全北市终于实现了全面建设成为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，吹响了城市发展胜利的号角。而在发展改革的理念下，全北市部分方面为了短期实现目标急功近利，没有遵循长期科学战略指导，出现了不小的问题。在城市不断壮大的节点上，发展动力有了，发展优势有了，但矛盾的两面性也突出了。在城市外来人口不断增多的背景下，2018年第一季度，全北市年污水排放量达到了296.5万吨，污浊的饮水如同一条银血的黑龙进入了曾经纯净的南江之中。在这条黑龙的翻腾搅动下，南江不再纯洁，南江不再娇涩，它污了。水体被污染直接导致居住环境恶化，排污节能已经箭在弦上，优化改进刻不容缓。经过相关部门讨论，全北市引进了日本 SB 独家专利排污技术，绿色处理、绿色排污，让黑龙变银龙，让乌江变南江。随着城市的发展，全北市人民的娱乐文化也呈现丰富多彩的姿态，尤其是金牛区商圈的发展，更是带动了当地娱乐文化产业齐头并进。在大好形势下，夜光这里流光溢彩，热闹非凡，市民在这里享受娱乐，陶冶身心，放松疲态。但夜幕下，繁华非凡的背后也滋生了有色温床。对此，当地管理部门迅速谅解，全面展开了代号为猎狐的专项整治行动，抓获从事卖差非法行业人员若干，还全北市一片明光。随着城市的发展，很多外地人员也在这里生根发展。小海就是来到全北市的普通打工青年，他被称之为全漂。每天早上，他到乘坐班车通过全北市高架公路到另一边工作。然而，随着人口增多，全北市高架公路已经拥挤不堪。这个本来是为了疏通城市主干道交通的工程，如今反而成为了交通动脉山。每天因为堵车，小海上班都会迟到，通勤时间增加让他颇为烦恼。对此，相关部门经过几番讨论，在高架公路之间构筑了共享单车多车道多功能道路，满足各个阶层人士的通勤需要。小海从此骑上了单车，再也不怕迟到，愉快地在自行车上继续构筑迎娶白富美的春梦。小海作为最底层的打工群体解决了问题，而城市的中产阶级又陷入了烦恼。东村是城市的老金融区，这里也是中小企业创差集团发迹的地方。胡主管和何总监在这里工作了5年，但是他们现在面临着新问题。几个月前，全国大型企业腾差集团的新大楼在这里落成。腾差集团大楼就像其 CEO 马叉叉的财富一样，只手遮天，高耸云端。在腾差集团大楼的淫威下，周围的小企业只能马首是瞻。真是倒霉透顶啊！自从这栋大楼拔地而起以后，咱们公司这个业绩一落千丈。我听保洁大妈说，是这栋楼修筑的时候死了好几个人，动了这片地的脉，积了阴气，导致这里经运失调了。诡异，实在是诡异，这是名副其实的凶楼啊！哎，老胡，你看这栋楼比周围片区高出了很多，你第一感觉是什么？感觉周围大楼采光都被它遮挡。没错，女人阴阳不调，就会气血紊乱，白带增多，甚至脸上还长雀斑。很多女人阴阳不调，尝试了很多药物，经历了很多疗程，都不见效。我分析啊，女人阴阳失衡、月经不调，其实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自己的老公。男人年过3、4旬，房事不济，激情不在；女人憔悴虚弱，其实是另一半的滋养出了问题啊。老何，你的意思是换？我们公司的刘副总裁离婚后找了一个小鲜肉，每晚享受鱼水之欢，现在气色变好了，精神也有了。我明白你的意思了。公司财务的状况每况愈下，不是公司本身的运营问题，而是我公司
所在地的引资能力出了问题。这栋大楼搅浑了这里的金融原生态，我们也应该果断的换一个有活力的金融新区。经过上级部门的果断决定，全北市决定在路桥高速附近规划熊门新区。正是因为这一正确开创性的举措，熊门新区发展规模迅速，成为了很多中小企业重生的新温床。搬入熊门新区的创差集团也重获新生。然而，事物的联系是客观的，也是普遍的。熊门新区建成后，为城市的引资引流带来了挑战。为了应对接下来的发展需求，熊门市力图修葺容纳量超大的全北国际机场，为城市联系世界建立新的空港。然而，机场落成后，因为对机场生活垃圾的排放量考虑不足，只能草率地在附近的锦城小区修建2个垃圾堆积场，匆忙应急。这下，原本安宁整洁的小区，现在却成为了处理机场垃圾的中转站，小区居民苦不堪言。前段时间，我们辖区内的90岁高寿的刘婆婆安然离世，你们知道是什么原因吗？刘婆婆寿满天年，90高寿才走，算是专案吧。算你大爷！经过辖区群众反映，刘婆婆是活生生被臭死。哎呀，主任，这个辖区西面的垃圾场是城建部门在负责，这个很难办啊。现在东窗事发，居民个个反映空气臭不可闻，特别是最近连全北国际机场的生活垃圾都在这里倾倒后，空气污秽程度简直堪称淫乱。你们想想，国际机场的生活垃圾啊，这根本就意味着5大洲各国人民的垃圾都在这里聚集啊。我们辖区内啊，承办了整个地球的垃圾倾倒任务，我们这是在维护地球的纯洁啊。主任啊，你也知道，这个垃圾堆积场是上面在，我们几个基层干部。上面？什么是上面？群众就是上面。是，我们居委会虽小，但国家倡导小机构大服务体系，我们都小瞧我们自己，那谁瞧得起我们？主任的一席话让人醍醐灌顶，想必主任已经有办法了。再过半个月，我就调职去区政府上任。要记住，群众的呼声是最重要的。这个垃圾堆积场的事情，交给你了。对了，你要记住，刘婆婆可是在天上看你。接任前任的副主任迅速接锅担责，把群众的诉求扛在自己的肩上。在他向上级机关的反馈得到响应后，全北市引进了法国 MERGB 领先垃圾焚烧转换技术，拆除了锦城小区附近的垃圾堆积场，建立了新的焚烧装置，还城市一片蓝天。今年，全北市在科技领域也颇有建树。5一节，全北市发射了 AV 型火箭装置，这支火箭载着通往火星移民的试验装置，载着人类文明的新思路，就像一艘航向浩瀚星空的方舟，点燃了文明的新希望。这支火箭放飞的是全北市的畅想，放飞的是全北市的未来，也放飞了发展改革的新风尚。特别是最近连全北国际机场的生活垃圾都在这里倾倒后，空气污秽程度简直堪称淫乱。